现在呢，看着这个冰川，走在-4度的北极圈内。Hey Caleb, hey, nice to meet you again. Nice to meet you. Caleb 超燥。Caleb got me his friend Rolly, and he has a car, and he could take us to all the places nearby the town. Hi, Rolly. You can go whenever you want. Yeah, I'm a local expert here. 哇，好壮观哦！ Oh, wow. Oh, it is much bigger in person. Maybe 3 stories tall? 哇，好漂亮这里。早安，今天是我在 Longyearbyen 的第2天，然后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探索这个城市。现在是早上差不多8点，外面非常的明亮。但我昨天晚上11、2点睡觉的时候，外面也是这么亮。因为现在是 Longyearbyen 的夏天，这边是处于永昼，太阳是不会下山的。好，早安。早。这么早就在工作，你为什么这里要放一堆帽子？要送大家。Only One Travel， 你要这样硬逼大家穿你们 logo 哦。对啊。我可以不戴吗？可以啊。我以为你会说不行哎。我最不喜欢逼人家了。哦，是这样子哦。OK。今天的计划，因为这个城镇应该是不大，主要是不太确定那个Caleb他会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可能就下班之后跟他吃个饭，然后看看他有想要带我们去哪里走走。哇，我们今天的早餐也太丰盛了吧！这个是法式吐司，很多层次，这个火腿、芝麻叶，中间这个是什么？酪梨酱。哇，虾酱。兔兔，你除了是摄影师之外，也是米其林的副主厨。我跟你说，这是我第一次做。哦，OK， 实验性副主厨，这边自己煮可以省非常多钱，因为这里的物价很贵。早餐，吓死了，这是 test 啦，测试。什么状况会有这个啊？不知道，我上次来没有。北极熊吗？还是他们在测试那个国家级警报？大量北极熊要来攻城。什么？你说星球崛起吗？然后北极熊版本，把城市还给我们。哎，这边的北极熊比较多哦，可能会输哦，我们。Yeah. 这边我也查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小知识，因为 Svalbard 群岛是北极熊的栖息地，这里的北极熊比人类还要多，所以法律规定，你只要出镇的话，一定要配枪，而且城镇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警告有北极熊的标志。你看，就像这边这一个，但是在 Longyearbyen 除了有北极熊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凶猛的动物，也就是冲浪鲨鱼。看得到吗？好像太亮了，我现在正在用冲浪鲨鱼。公共 WiFi 是比北极还要更危险的地方，骇客可能正在偷看你上网，钓鱼网站偷你账密，还有恶意程式害你电脑宕机。没有冲浪鲨鱼加密你的网络身份，出门上网就像是在网络世界裸奔，完全没有隐私。Surfshark 提供安全的伺服器技术，加密全球用户的数位身份，出门上网就像是带武器防身，随时保护你的网络安全。而且这趟来到北极圈，我也发现这里的物价对钱包非常的不友善，随便吃一餐动辄都要400-500台币。从台湾到伊斯坦堡到 Oslo 再到 Longyearbyen 的机票更是破10万。所以冲浪鲨鱼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一键切换网络 IP， 让你随时像在别的国家上网一样。有一些网站会根据你 IP 不同的位置而开不同的价格，像是我们这趟在买土耳其内陆飞机的时候，用台湾的 IP 买跟用土耳其的 IP 买价格就差非常多。有了 Surfshark VPN， 你就可以在订饭店、订机票的时候好好的比价，避免网络上的价格陷阱。另外，像 Netflix 这种串流平台会根据你的所在地提供不同的影视内容，用 Surfshark 跳转 IP， 瞬间解锁全球片单，看到原本看不到的内容，花一样的订阅费买到2到3倍的内容，超级划算。更划算的是，只要有一组 Surfshark 账号，就能够同时在无限个装置上使用，手机、电脑、平板全部都一起用，没有问题。现在输入我的优惠代码都瑞瑞，或者是点击这个连结 surfshark.com/都瑞瑞，订阅 Surfshark 方案就能够再额外获得4个月的超值优惠。那我会把所有相关的链接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好，现在是下午的快要2点 ，Caleb 是跟我约3点半，他下班之后在市中心碰面，想说可以在跟他碰面之前，先自己出去附近晃晃。我们这次的衣物介绍啊，裤子、上衣就正常，穿一个 North Face 的裤子防水层，然后博维 Usos 的帽子，比较厚的袜子。最后再配我 North Face 的大外套，这样应该就可以了。这边虽然没有南极冷，但是这边毕竟离海蛮近的，然后我觉得风挺大。他是说体感温度是-4到-5度，
哦，准备出发。Cat 要小心他的脚，因为他脚现在还在康复中。我很久没穿鞋。梦回南极耶，真的也是没有想到这一整套极地的装备会这么快就用上了。对啊，这么快再用第二次，我才刚把全套干洗完，就是好好的收在我家的抽屉里面，才大概4个月就整套再拿出来用了。好，出来了，完全 OK 哎，不会冷，但我觉得还是蛮迷幻的。前几天还在超级热的伊斯坦堡，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大流汗。现在呢，看着这个冰川，然后包得像是爱斯基摩人一样的，走在-4度的北极圈内。YouTuber 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朴实无华。主要是他，我平常是不会这么干的，主要是我受他的影响。哇，好壮观啊！这个应该是冰川压出来的吧？感觉这个样子，只要是冰川压过，它的特征就会是2个山中间会有一个平原，然后那个山底下一整个面积也全部都是平原，然后那个山的形状会有一条一条被刻出来的那种感觉。北极圈跟南极圈是一样的，就它们都是有永昼跟永夜，所以说这个城镇其实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是永昼，他们一整年有一半的时间就完全见不到阳光。那在这边生活其实蛮辛苦，很辛苦啊，非常辛苦。对啊，我觉得比南极冷哎，有风的时候。南极我们那时候只有1次登陆，有遇到大风。对对对，天气都很好。就是那个欺骗岛嘛，对对对，这条路这样子。然后我们住的民宿就在那边，所以我们从民宿客厅看出来的景观就是这一座山。疯掉，这里好冷，这里风太大了，可能是因为没有遮蔽物吧。那个风整个从那个山上面这样灌下来，唰！不宜久待，不宜久待。我们2个废物。本来想要出来走1个半小时，大概走不到10分钟就决定要。我要回去了。面风走真的是太不舒服了。就是说这边的人出门都是为了遛狗。而且现在是夏天呢，我没有办法想象冬天这里会更不舒服到什么程度。然后这边这个城市的名字啊 ，Longyearbyen 是挪威语的城市，就 The City， 基本上它的直译就是 The City of Longyear。那为什么叫 Longyear？ 是因为当初来这边的算是命名的探险家，他的姓氏就是 Longyear， 他是来这边做好像矿业的开采，所以后来大家就是直接把这个地方称为是 Longyear。这边好像有一个租电动车的商店，这有点像 ski。然后后面是这种三角形连续的轮子，不知道可不可以租这个来在路上骑，但应该会更冷啊，这个速度。还有一些露营的用品，我来鉴定一下这个外套，大家觉得多少钱呢？799，哎8324，好像还好，还可以，对，还可以，已经比我想象中便宜了。这里其实没有什么我需要的东西，但我不想要离开。这个镇还是蛮漂亮的，这边是2000多个人，2000人而已，我走路都要用一个奇怪的角度走，因为我一定要100%背对那个风，才不会太冷。我都快扭到了，怎么觉得比南极还冷啊？莫名其妙，真的是因为这个风。对，这是饭店是不是？那个饭店 Radisson Blu。啊，我们怎么没住饭店？因为饭店很小，然后因为我们人比较多。这饭店是不是很贵啊？晚上大概1万台币吧。然后是一般的那种小房间啊，好，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市中心了，我们要在这里跟 Caleb 见面。这边应该有点像他们的行政中心了，所以就有邮局啊，然后卖一些生活用品。邮局？我可以从这边寄明信片回台湾吗？真的啊？那我来写明信片给那个排山倒海的会员，能够收到从北极来的明信片，应该蛮酷的吧？Hi.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there? 11 years. How old are you? 11. 11? Are you born here? 他不能在这边出生。Oh, so you born in somewhere in Norway and then moved here. Yeah. Cool. What is it like living here? Not that special. What happens in the winter? It's okay. It's just kind of cold in the winter. So in the winter it's all dark? Yeah, in the winter it's so dark, and then there's like northern lights. Does your everyday life get affected when it's in the winter? Yeah. Can you still ride a bike? I ride a bike. Yes, I can. In the dark? Yeah. Really? Yeah, but it's like slippery. Oh, okay. Have you been to other countries before? Yeah. What do you think is one of the benefits of living here? I don't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a polar bear in person? Yeah. Oh, really? Up close? Yeah. At least like 300 meters. Do you have a rifle with you? No, I was in the boat trip. Oh, a boat trip. I see. Wait, what's your name? Isaiah. Isaiah? All right. Hi, I'm Ray. I'm from Taiwan. Cool. All right. Bye. Thank you. See you. See you. Say hi to the camera. Hello. Hello. Hada. Hello.
我们刚刚在半路，他要说：“Hey, I wanna be in the video。”这个城市的起点就是开采矿物。这个是什么？户外用品店吗？哦 ，Svalbard 就是这个区域的名称 ，Svalbard。哦。哦，很多很可爱的小东西耶，不贵耶，其实比我想象的便宜很多哎。这边怎么比挪威本岛便宜啊？明信片太好了，明信片，我来选几张寄给会员。哎，我会去看到这个吗？这是那个种子，末日种子的那个博物馆。我会到外面去。这个北极熊好好笑，它躺在这边躺平哎，这好像我妹哦。这个也好可爱哦，这是直接画在上面的，这不是影印的，就比较贵一点，450。哇，这也太贵了吧！但是好可爱哦，好漂亮，我买一个。然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脖围太薄了，它不够保暖，想要买一个这个羊毛的，这个也没有到很贵，239。这边超好逛的，买了这些东西，这样子一共是822。一下这也好可爱哦，这也好可爱，我也想要买这个。Can I also have this？一共花了台币2500。这边有很多家店，每一家店卖的东西也都不一样，所以这里等于是他们的 shopping center， 也是游客的 shopping center。这里有卖很多很实用的东西。我已经花2500块了，我买了一个脖围，因为我觉得这个绿色很搭我的帽子。糟糕，这里好好逛。哦，我要克制，我要克制，我不能花太多钱。你看这件帽子好可爱哦，但是它们好贵哦。好，我们现在这样逛过来，这里是一个很有名的 Husky Cafe， 就在这边这里。然后我们来进去看看，这里的店都很早关，所以我想要趁在那个跟 Caleb 碰面之前，就先来这里逛逛。这里的所有店都要贴纸。哦 ，OK， 有一些规则。我看到了，狗狗在那边，像2杯饮料400块台币。哇，它这里的饮料也会有狗狗的掌印，好可爱哦。狗狗，那200。疗愈了吧？好大一只哦，它好像店员哦，它会知道你在跟它互动，你摸完之后你停了，它就会走，它会轮流跟所有人互动这样子。它要回员工宿舍了吗？好乖哦。另外一只在这里，躲在里面，它就直接躺在路中间，也没有在插小其他人的。现在哇，搞什么 ？Cat 突然在那边开直播。跟谁啊？跟 Gigi 直播哎，嗨 Gigi，Hello， Gigi 现在人也在肯亚 ，Gigi 怎么没有跟我们来北极？不知道。下次根本就没有约。下次约，我们之后跟 Gigi 在肯亚看什么黑豹、黑猩猩 ，Cat 一声令下。没有看过黑猩猩。为什么是嘴嘴哥了？然后我觉得这边的建筑物啊的色调都很漂亮，我觉得它是有特别配过颜色。这边是这里所有的店员。乖哦，哇！这边有很多的狗狗，但是不能够养猫咪，不能养猫也是这个城市另外的特殊条例。原因是因为这里有太多自然生长在极地环境的鹅跟鸭，反正就是鸟类，所以整个这边的 protocol 是要保护极地环境跟生态，就导致不能够养猫。然后它甚至是延伸到植物哦，这边地上的植物是不能够乱采的，然后你也不能够在这里种新的植物。OK， 这边的邮局，我刚刚已经坐在那边把我的那个要寄给会员的明信片写好了。How many postcards? So in total 13, but I don't have a stamp yet. Yeah. I need one per postcard? Yeah. Okay, got it. 它的邮票超级漂亮，非常有纪念价值，尤其是这个 Polar Bear 的。我有强迫症，邮票一定要贴得非常整齐。寄13张明信片，1500台币。但我觉得可以拿到从北极送的极圈内，对，极圈内送的明信片非常有纪念价值。这边有一个北极熊店，这边都是卖真的毛皮的一些衣物。呀，对呀。哎，你看，我觉得是这个比较好用，哎，比弄上去好用，是这样。哦，就看起来有点呆啊。哇塞，这个好像是用海豹的皮毛做的耶。对 ，Harp Seal。真的有 Harp Seal 海豹的皮包，一整片皮毛。不是，你看这个它是真正的一整条完整的 Arctic Fox。这感觉动保朋友会。对啊，那它的手在这里，然后它的完整的尾巴，
然后它的脚，这边就是直接把它做成一个 pelt， 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既定的人们生活的方式。这边的市中心很小，东西都很近，邮局嘛，这个是最大的超市，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有来过的购物中心。刚刚去的那个 Husky Cafe 在这边过去一点点而已，走路大概5分钟。然后我们回来这边等 Caleb。这里还有2楼，哎，我觉得他们很会做周边商品，哎，这个好美，这一系列的漂亮，哎，这也好值得买哦。出发北极之前先破产在这里。Hi guys, I wanted to ask about winter here. Yeah. How does the constant darkness affect your daily life? It's natural. Yeah. Natural. Okay. Does school change during the winter? No. Like it's much more snow, but When you guys head back home, do you carry a flashlight with you, or we We have take the like bus. light. that school bus only operates in the winter? Yeah. Oh, interesting. Okay. How long have you guys stayed here? I My have whole been. life. Your whole life? Okay. I have been there like when I was 2 years old. 2 years old. Okay. What about you? 4 years. Do you worry about running into a polar bear? No. No? Yeah, no. What are some of the methods that you can use when you want to run away from a polar bear? Just like a snow scooter or just scream loud. Scream loudly. Uh-huh. You can have a like pistol and shoot it up in the air. Flare gun. Flare gun. And if it's food, then it might be eating the food in the backpack. Oh, so you leave food in the backpack so that the polar bear Maybe. would be attracted by it? If you leave your backpack when you're running away, maybe. Sometimes.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guys. Yeah, I'm still at the shopping center with the Thai restaurant on the second floor. Yeah. Okay. All right. See you in a bit. All right. Bye. 他来了。Hey, Caleb. Hey, nice to meet you again. Nice to meet you. How was work? Wonderful. All right. And you? How was your day? I did nothing. I was waiting for you all day. 现在他应该是刚下班，我们先跟他一起吃午餐。好神奇啊！我们昨天才遇到他，我们现在跟他吃午餐。How was work today? You know a lot of tourists, so it's quite stressful. But it's alright. It means more Now you're work. meeting more tourists after work. I hope I'm not stressing you out. No. Yeah, this was in Barentsburg. That this happened Wait, what? When was this? 6 weeks ago. So polar bears went into the region? They come here. They came here? They do. Just this street. Wow. 好，我们的菜都上来了，看起来很好吃哎。Asian food, it's the best. It's the best. We came from Istanbul. At the end of our trip, almost every day we had Asian food. All right, bon appetit. 只要是亚洲菜，我现在根本就是 OK。真的。Wait,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Second time. My brain is just like reset and everything. 好，我们现在吃饱了，然后跟大家讲 ，Caleb 超燥。我们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有跟他同事讲说，在镇上来的一个 YouTuber， 既然都来了，要不要就是带他逛逛这样子 ？Caleb got me his friend Rolly. Is his name? Okay. That's his name, Rolly. And he has a car and he could take us to all the places nearby the town. So let's go meet Rolly. Hi, Rolly. Hi, I'm Ray. Nice to meet you, Rolly. Thank you so much for offering the ride. No worries. And Rolly, you're from the Philippines? Yeah, I'm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you've lived here for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7 years. 7 years. Wow. So you've been through 7 winters. So you have a driver here that's living for 7 years. So Yeah. you can go whenever you want. Whoa, that's crazy. I have a local expert here. And then with his coolest new car. Yeah. The shiny red. What's your profession? I work as an airport security. Uh-huh. This is my colleague. Oh, okay. I thought you said construction. I was in construction 3 years ago. So do you work during the winter? I work during the winter. You guys don't have like 3 months of break. 刚刚 Caleb 就是虚了我一声。There's no light. How would you So work? we have these protective gears. So you need a reflex and you need to have a light on your head. Oh. But isn't it like what? Minus 20 degrees? Minus 30 degrees? It can go up to like 30 degrees. During winter, Mhm. we need to have extra gloves. So I have one glove on under my jacket, Mm-hmm. and when it gets too cold outside, I pick it out and Oh, change. you swap. Oh. Change gloves. If it were me, I would just call in sick for 3 months. See a post box Oh. to Santa Claus. That's a mine for what? Coal mining. For coal? Ah, You know, okay. there's a mining town. Town was just for mining. All right, first stop. 这边下车都好扯。Look at this view, man. What is this place? Oh,
Dogs. It's a dog hound. So you see all these huskies over here. They work during the winter for tourists going in the other places up here where you cannot ride where there's no road and you can only ride with a dog sled. Okay. And they're here during the summer. Whole year, basically. Is this first light? Yeah. After 3 months. After 3 months, it's like purple. Purple. Wow. Yeah. So you see it like around AM. Oh, that's so interesting. Yeah, it's very beautiful. And that's the only cemetery in here. Oh, sounds very interesting. Yeah. I thought you couldn't bury any bodies. So those bodies that's been there, it's been permafrost. So it's been there for like many years. So if you dig them up, they would still. They're probably still in their flesh. Like a frozen mummy. All right, second stop. 哇，可以从这边看到整个城市。哦，我的天啊，这里风有够大。哇，这里好冷啊。哇，好壮观哦。What do you guys do on the weekends? Drinks a lot. I'm thinking whether it's possible to see a polar bear here. Like, is it dangerous for us to be out there? The Stuff. feeling is kind of complicated because you want to see them, but you also don't want to see them. Yeah. There's no chance you will find a polar bear in this town. But if you go to the boat trip, you go some places like in Pyramiden, there's a chance you will see a polar bear. 刚刚Caleb在问说台湾有什么野生动物 ，Cat 在那边回说台湾 Nice， 真的是在那边以毒乱回。Oh, wow, interesting. So they're all abandoned. I know where we're going. There's like a doomsday thing here. 这我好像有在影片里面看过，这就是当世界发生灾难的时候，这个 Sea Bank 里面有存了最重要的农作物的种子，里面不知道会不会有米耶？有原住民的小米啊，真的哦，哦，台湾的吗？对啊，好酷哦！这个上来其实有一小段路，一般人应该是不会特别开上来这边看这个东西的，就是远方那个 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Oh, wow! Oh, it is much bigger in person. Maybe 3 stories tall. Oh, inside the mountain, 130 meters. Wow. See samples of crop diversity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t a constant temperature of -18 degrees. Interesting. We're at the entrance of the biggest seed vault in the world. All these living plants, you can get all the reserves from here. Hopefully we don't ever need to open this. 要有米啦，我觉得肯定要有米。出国这么多次，我觉得我的食物里面不可以没有米。没吃到饭的感觉好像没有吃到饭一样。我在想什么废话？没有吃到饭，感觉没有吃到食物一样。一整个平原了，哇，好漂亮这里。好，我们现在在这边是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这边一直都有太阳呢，会睡不着吧？感觉那个阳光会透进来。This is a camping ground. Was the fences new? More than 2 years old. 啊 ，OK。他说这边之前也有11个人，因为北极熊的袭击，他是在这边露营的时候，所以后来这整个露营区都有放这个，这是有通电的 fence。你看这边他就有写。不要碰，会有电。这个环绕的远方全部都是冰山。哦，这个小屋子里面，北极动物的简介 ，OK， 各种鸟类，各种哺乳类动物。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常识，但是南极有企鹅，没有北极熊；北极有北极熊，没有企鹅。再来，虽然都是极端气候，但是北极才有比较大型的哺乳类动物，像是北极熊之外，还有像这里的一些驯鹿，或是这里也有狐狸。在南极上面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些大型的哺乳类动物了。有海豹，它们其实主要是住在海里面，当然鲸鱼，那这也是住在海里面嘛。南北极有这个差异，主要是因为南极它是一块孤立的大陆，就它离任何一个陆地都超级远，所以哺乳类动物没有办法透过陆地迁徙进去。但是北极的话，周围就是有连接一些陆地，就可能冬天的时候，中间会有滨海连在一起，它就可以从比如说俄罗斯或者加拿大迁进去极圈。然后再来，南极的气候也比北极更恶劣，所以地表上面的植物更少，比较没有办法 support 大型的哺乳类动物，所以南北极的动物上面会有这些差别。真是很有趣的一个小镇。然后额外还有一个是这边岛上的那个医疗资源不够多，所以说如果要生小孩的话，还是要飞回内陆。当然，如果你不小心在这边死了，你的尸体，挪威政府会负责把它运到该去的地方，比如说台湾人，把它运回台湾。Can you marry someone here? Yes. But you just can't have like babies here. You will get by the helicopter.
A helicopter? Helicopter or a private plane. If it's an emergency, they will call a private plane. But the government pays it off. Oh, the government pays for it. Okay, okay. Also, you get like lower taxes here, right? Yeah, like around 60% tax. Yeah. 看他们的图书馆，It's a nice cozy library. Yes, this place is my spot. 哇，哦，My Usually hit my head here last night. Usually come here to study. 这是有点像他的秘密基地。Caleb 他是在挪威读大学，然后读完硕士之后来这边工作的。哇，这边有蓝色监狱，太帅了吧！还有 One Piece 108集，有一个人很不好学的。主角受伤。OK，对不起，免死金牌。Thank you guys so much. Right, cheers, bye. OK， 回来了。这已经是晚上，但是天还是大亮了，真是时间会错乱啊！今天这天好精彩啊，我们去了好多地方。好，我们今天一整天探索了 Long 耶变。一下车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刚刚这样如果是搭计程车，不知道要缴多少钱。以昨天不到10分钟，台币800块，这样加一加可能破万。我明天有再跟他们约了一次午餐，因为我今天只有请到卡列吃饭，后来加入的 Rolly 没吃到。所以我想说，明天他们下班之后，还是请他们吃个饭。然后我觉得真的超级幸运的。本来我的影片规划是从土耳其被你绑架之后，一路就是到我上船前，这是一支影片。但是昨天对，因为认识了卡列，我原本的想象是说这个城镇这么小，简单讲几句就结束了。但是因为认识到卡列，然后今天他又在介绍 Rolly， 然后加上又有车，我们等于是把所有这个城镇附近周遭跟城镇里面可以看的点都看完了。我上次来也没有看到的地方。太多了，真的是有当地人带就有这样的体验。今天我觉得也多听到了很多住在这边的人的原因，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们刚刚看到很多泰国人、菲律宾人，然后还有外地人。原因是因为这里是不用 visa， 任何人你只要有飞机可以到这边，你就可以来这里工作。你享受挪威这种欧洲等级的公民福利，但是你只要缴1半的税。而且我听卡列说，就是政府有给很多 incentive 让大家来这里工作。如果是政府派你来的话，他会直接给你一个房子，让你有房子住。我觉得跟 Cat 一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 P， 是不是跳脱舒适圈？真的 J 到 P， 真的有意外收获我觉得我现在的程度很难自己就跳脱。哦，要我带，然后出包的时候就可以念。对，出包的时候有一个代罪羔羊，然后好的时候就说啊，我学习到了，好棒哦，这样也不错哎，这样太好了。大家之后应该在频道上会越来越常看到 Cat， 其实蛮开心的。应该今天也蛮纯粹，我看你跟很多挪威小朋友打成一片，你根本是挪威孩子王。刚刚那个真的也算是还蛮 P 的一个瞬间，就我边在录影，然后有个小朋友跑过来说，我要入境。那弟弟一直来找你。对，后来他就一直来找我，然后他一直在跟他同学们散播有 YouTuber 在城镇上，他还带朋友来找你。对，所有的人都很兴奋，然后很热情。觉得今天很棒，这一天你开心就是我的开心。卡列跟 Rolly 应该会看到这支影片，所以呢，再次感谢你们两个 ，Thank you guys。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来到这边，所以希望通过这支影片，然后大家也可以像是亲自来这边一样，了解到如果你自己住在这里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起居或者是工作的体验。好，那接着呢，我们的北极系列就会移到阿滴日常来进行日更，从明天开始，总共会有7集，会记录我们这一趟在北极船上面的生活跟冒险。结束日更之后呢，我们会再次回来阿滴英文，我们来比较一下北极跟南极，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去到了这2个极端，它各自的相似跟不同之处。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